在重庆城口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啊，我们发现还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后山呢是一条很长的山脉，然后住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支脉下来，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呢有一片特别平坦空旷的土地，房子呢就建在这里。整个房屋的周边的土地呢还有耕种啊，所以呢肯定还有人留守在这个上边居住。今天呢咱们就上去探访一下。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重庆乌溪到城口的这个路中段，走到这儿呢风景很漂亮啊，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呢继续进山里面去搞探访啊。我感觉他们这边搞得挺人性化的哈，这里还搞了一个公共厕所，我把车停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前面这儿呢有一个点，说是两扇门，它这个两扇门呢说的就是这个上边这个刀片山，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很美啊，真的很漂亮。如果从空中的镜头来看的话，它真的就是薄如刀片的这种感觉。那么这边呢是一条河流，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走这条线的哈，这条线挺漂亮。这条公路呢，它就是顺着这条河走的，所以整个景是非常好看的。我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往这些峡谷的地带走一走。首先呢，第一个是不太冷，第二个呢，这个低矮一点的地方呢，它这个绿植会更丰富一些。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往高山去玩哈，高山上呢就凉快，对不对？现在呢，我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的车子是从那个峡谷沟开进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公路了，然后这里呢要笔直着爬山。在我前方的这个山的山腰上呢，还有一户人家在那里居住。大家看这个路啊，本来就没什么人走，然后冬天呢这个树叶枯黄掉下来呢，整个小道上呢铺的全部是树叶。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坡其实是非常的陡，他们这个小道呢都是来回的折弯，就像那种72拐的公路那种形状。因为你直走呢就是太陡，很难爬，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呢就更加的麻烦。所以这个直线距离，比如说从下边公路的地方直线距离到他们家呢可能就是1-2公里，但是通过这些弯道呢得拉伸了之后差不多就有3-4公里的路，所以呢步行上来又是上坡，可能得走个把小时吧，差不多40-50分钟，个把小时。大家以前老是吐槽我到山里也不带点东西，你们说这个路咋带？我自己要背个包，又要这个拍摄，所以真的是没法带。这个在冬天呀，山上的这些树叶都差不多掉光了，树木呢也看去光秃秃的，感觉有一些沧桑感哈。如果说是夏天和冬天做比较的话，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天气呢？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梁，那我们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就是我们镜头的最顶方那个山尖尖，然后上边就是一大片开阔的地带，那户人家呢就是居住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从这爬上去还得走半个小时吧，笔直着爬。要歇一下，今天主要是天气又热。谁曾想到冬天也能让人大汗淋漓，是吧？他们这户人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可以耕种，在这个半山的位置呢，相对来说没有上边和下边这么陡峭。但我发现这个土地啊，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出料啊。这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石渣子，包括这个土层呢，应该也不是特别厚。种植的这片土地的周围呢，
他们都有用这个栅栏拦了一下，这很有可能呢是在搞养殖，又或者说在山里嘛，有可能有各种野兽什么的，预防野兽来侵袭庄稼。大家看他们种地呢，也是纯手工挖的。你看这边就挖过了，那边没挖。站在这里呢，视野非常开阔啊。看一下，整个对面是群山环绕，但是也感觉到挺孤独的。对面这么大的山，竟然看不到有人居住的地方，是吧？奶奶，吃饭没到？哪个？外面来的。外面来的。啊，我说你吃饭了没？啊，吃了。你一个人在家呀？我个人在屋的。你一个人在屋里？嗯。其他还有人吗？他们啦？嗯。他们我老婆去看城子去的。哦。大家看看啊，这个房屋呢还是一个土墙房，然后现在这里呢还有2家人，除了这个老奶奶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户人家啊，他们应该都是一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边这里呢有很多的蜂箱啊，这都是在这里养蜂的，是不是住在山上挺舒服的？整个周围都看得很开。刚刚呢，老人家也跟我说，还有2个年轻一点的在这里，相当于他们现在是2户人，应该是老人的儿子吧，在这里养羊，然后在这里养蜂。现在呢，到山里面去砍葛藤去了。我估计不到这个下午4、5点，可能也不回来，因为进山干活，我是农村的，我就比较清楚，一出去干活的话，就基本上要干到天快黑了，然后才会回来，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等啊。但是这里大概的情况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这个地形呢是相当的不错的。这个房屋的后山呢，它是一整条山脉啊，一整条山脉过去，那边是高峰。然后这里呢，正好是这个支脉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一片比较平坦的这个地方，那正好呢，他们住在这里。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呢，也问了居住在山谷下的那个大叔啊，他说这里呢现在就是2户人，一个80、90岁的奶奶，然后另外还有2个人在这里搞养殖，然后这里呢还出了一个人才哈，听那个大叔说呢是武大的研究生，现在呢是在这个县里边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就是出人才的吧。这个老人家呢已经快90岁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呢，他们这家人呢搬到这个山里来住，最少是超过100年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呢还是这个土墙，像这样形式的土墙的话，我估计应该是超100年了。哎，这有些羊回来了，这就是养的羊，这里有4只羊。我走了。走的。哎，走到。你就是回他们啊？不回了，走了，我懒得等。懒得等呐？我想他要回来下的，去找档子做嘛。不做了。我走了，奶奶，我就是来玩2玩一下就走了。现在呢，就是奶奶一个人在家，然后我跟她交流语言也不顺畅，她耳朵好像也不太好。然后我如果还在那里看呢，她就会东转西转的说看看，年轻的人在不在。所以我又怕她走着摔跤，所以我就赶紧离开，就省得她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的，摔到了就不好了。我猜测一下啊，山上这户人家100年前为什么要搬到这上面来住？大家知道住山里面的人肯定都是那个时代为了躲避匪患呢之类的等等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住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呢，就避免呢跟人有口舌，对吧？还有呢，就是大片的这个山林呢，都是属于他家的。我跟大家说啊，很多时候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对吧？100年前住在大山里面呢，
很多人都是挺厉害的，比如说地主啊，很多他都是住在山里面很偏的这种地方。那么最近发展的这20-30年呢，就觉得大山里面就很不方便，对吧？很多地方都通公路了，大山里面呢就没有通。但是你们知道吗？正因为单家独户的住在大山里面，所以周围成片的山林土地全是一家人的。就是住在这种深山里面的人，我问都不用问，他家的山林土地最少是200-300亩以上，你们相信吗？所以你看哦，现阶段来看的话，住在山里的人其实就不错的。比如说，你真的有好几百亩、上千亩的这个山林的话，你每年的这个森林补助款都不少钱呢。所以很多事情啊，没有绝对的好坏，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在70-80年前住在这种地方就很好，你在往我们之前的这个20-30年，你住在这种地方就不好，因为不好发展，然后路也通不了。从现在开始往下走的话，住在这种地方又开始慢慢变好了。100年的时间，就是很多东西是转来转去的。我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往下走了哈，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看一看，真正的正好住在悬崖下面，还在养蜂，看一看。这个房子上面全是养的蜂。有人没到？吃完面了你？我来走几过来说。他们来这里主要是高兴两个年轻人来不都？哇，没有感谢他们，然后早就我们他只是煮的中下给人看一下。哦，哎，他养的蜂好像有点多哎。然后就是这个人员都挺难的呢，然后那蜂子弄到这个人上了，那些蜂子它是跟到这个人飞起来。哦，他全是把蜂桶拿来放在岸高头吊起，等蜂子飞进来又把桶取回来。搞的蚂蚁子回不到，他只能是这个把它接到了他带一头去了，就把它捞转来。那你们这个住在这个安安全全了，不怕上面滚石多少钱？滚门笼子的哈。滚石它要滚石头啊，我搞都要滚石头啊。搞的啊疼。我有杆牛圈嘞，里头有个小牛圈，他把那滚石头来，可把我那后头我树枝都我打烂了。哦，还是滚石头哈。后来他这几天给人石头包，他还是不理滚到这里的。那疼了些哦，他这个不稳当的事。不稳当的就要这滚哈。还是有点危险的哈。大家看一下哈，这里就是他一户人家住在这个悬崖下面。其实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悬崖上会不会掉石头啊？他这个老人家说还是会掉的，就是他上面有一个牛圈的话，以前就掉石头下来把牛圈打烂过，但是房子的话还没有说掉下来石头打到过。然后他这里呢是不通公路的哈，他这里呢有一个3轮车道是自己挖过来的，从那边很远的地方接过来的。正好呢，只有3轮车可以开进来。这里有一个山洞啊，这个我记得今年夏天跟大家拍过，是一个凉风洞。那个时候夏天来拍的，风非常大又特别凉。但是现在是冬天，好像没风吹出来了，很奇怪哈。我们过去看一下，进去看一下。然后这里呢，它是一个峡谷形状的，这边门口呢是一条河流，然后对面呢也是这种岩石啊，然后再往下走呢是一个小村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迟早吧可能会有人来进行开发。然后这个凉风洞呢已经蛮出名的了，也是有人说要来开发什么的。但是到现在呢，也没什么音讯啊。而且这个洞口上去啊，应该是还有出口的，否则它不可能夏天有这个凉风吹出来啊。
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那两个长得还蛮神奇的，一点风都没有。这个洞口很奇怪吧？夏天的时候的话，这个风很大的，从这里面吹出来的风非常大。但是这个冬天就没风啊。看上面那个石头，像一把宝剑悬在那里一样。这里面是有水流出来的吗？有水。哇，这下面这一小的是什么？有老鼠屎吗？就感觉像老鼠屎一样的。我们走到上面那里看一看啊。哎呀，这个也是有人来钻的，这个洞是。这个是不太敢进去的啊，一个人是。反正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洞口啊，风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避暑的话，绝对是非常爽的一个地方。而且主要是它这个地方呢，它也当路，正好就在公路边，就是这个河流，这个洞口的上面或者说下面这个村庄，都有非常多的那个空房子是可以居住的，就是这种木房子很多啊，很多都是空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那里租一个木房子，然后在这个地方避暑是非常好的地方。门前就有一条河流，可以在这里洗澡，是吧？夏天的话可以一起到这个洞口来。这个地方吹这个天然的这个冷空调，特别的舒服啊！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山上面啊，感觉我这个最近好像又胖了几斤啊。这个来爬山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顺便带朋友们呢看一看这个山顶的这个风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整个山，一直到下面的山谷，都是这种绿油油的草。那么以前呢，这些全部是耕地啊，后来就不种地了，因为也不出粮食嘛，它这个土层比较薄，所以就丢荒了。然后人呢都是居住在对面那个山下边，还有就是我后面的山下边哈，这一整片山一直到山谷呢是没有人居住的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有2匹马？那边也有1匹马，咱们走近一点看一看，跟他合个影呗。这个马的颜色不错啊，大家看看，哇，好漂亮的，这就叫汗血宝马吧？漂亮吗？大家看这匹马，这个毛色锃亮，一匹汗血宝马，是不是汗血宝马，朋友们？这个毛色锃亮，然后这个马的个子也比较高，这是我们这边的本地马，看着特漂亮，看到吧？他还想跟我走呢。我跟你们讲哈，要是在这个山路上没有公路的话，有一匹马骑是多么的爽。我们以前骑马，我小时候骑马的时候就这样骑的，不需要马鞍的。最远的时候骑过40公里，就是去镇上赶集，骑马去赶集的。我现在站的是一个垭口，这个地方风特别大。这个下边看看，啊，正好是在一个垭口上。那么现在呢，从这儿爬上去，爬到山顶去，很舒服的，这个风吹的风的。
快到山顶了，这些都是他们放牛放羊的这个小道，平时基本上很少有人上来的。看着挺近的，走了好一阵了，感觉还得走一会儿啊。这个路也越走越没有，今天又穿了短裤，我估计走到山上去，这个腿上全是口子。这个路途虽然是艰辛啊，但是走到山顶的那一刻，这个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大家看看这些，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人上来了，包括这个牛羊都不会上来，因为下面有大面积的草啊。看这个山顶上，这个草也特别多。还有到这个山顶上的话，好多朋友担心这个有蛇呀什么的。一般蛇呢，都是在山腰偏下段的。所以往山上走呢，基本上也不大会有蛇，不然我也不敢往上走，因为光走两个腿啊，哇，这个刺梨特好看吧？这个花也特别漂亮。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见过刺梨啊？这个山上就挺多的。刺梨花也漂亮，刺梨果就更牛了。刺梨果呢，被称为这个 VC 之王。来都来了，我们到这个最高的山顶上去吧，去看一看。这个路啊，就是一条小道。刚刚在下边看到一个野鸡飞出来，把我吓一跳，没有开摄像头。大家看看，我现在就是站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山顶上边的哈。走到这个山顶之后，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哈哈哈，哎呀，不过爬上来的时候确实有点辛苦啊，爬了好久。我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海拔是多少米啊？海拔1455米啊，这个位置的海拔。一个小鸟围着我这个山顶一直在转，我不知道它干啥，是不是我侵犯了它的领空了？听到声音没有？看看，就这只小鸟，它一直在围着我这个位置转。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一直在围着我这个位置转圈圈。我感觉刚才那只鸟把我当猎物了，它转了几圈之后，然后又走掉了，又没在这里了。我估计我站在这个山顶上太显眼了啊，它可能把我当猎物了。大家爬山的时候啊，其实路途中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当你到这个山顶之后啊，这个心情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的舒畅。然后主要是这个山顶上呢，一直都是微风不断，特别的凉爽哈。这个山顶的位置呢，一般海拔都比较高，所以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我这个腿上挂了好多这个口子，就是路上那些草挂的，但是不妨碍呀，是不是？这个登山呢，又减肥，又锻炼身体，又看风景，是吧？特别舒服。今天呢，免费带大家看了一圈这个地方的风景啊，我相信你们会满意的吧，是吧？在这个山顶上面来了，而且又看得开，它也不像说有一些山顶呢，你上去之后全部是树木，周边都看不到啊。我这儿到处都看到了，是吧？一览众山小的这个感觉。
所以你们要到贵州来爬山呢，我告诉大家，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你看，我现在已经爬到山顶了吧？但是你看周围哪里不是山顶呢？你要再到从这个山顶再跨到另外一个山顶的话，你可能就要走很远，是不是啊？永远是爬不完的山，在贵州。好了，到山顶了，这个心情也好多了，我相信也减了一点肥啊。这个接下来就是慢慢的下山去了。那个大家也看到山顶的风景了哈，确实挺漂亮的。好了吧，这个就在山顶上跟大家说声再见，咱们下期节目会啊，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我现在呢在遵义市播州区红关乡莲心村的四合组，这边呢有一棵几千年的这个银杏树，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据说是亚洲第一啊。我们远距离看一下这棵银杏树啊，真的是超级的大。这棵树呢，它是总的一棵树根，上面呢分了4股大的这种枝丫。那么整个树的高呢有28米多，树围呢有14.7米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需要12个人手拉手呢，才能把这棵树合围。单从树围来论的话，目前是世界第3，亚洲第1啊。这里有一股水，那么他们当地的人呢，把它称为神水。大家看看，就正好在这个树的这个下边啊。据当地的老年人说呢，这棵树和四川泸州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传说四川泸州啊得了瘟疫，死了好多人，那么就有4兄弟到那个地方呢，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了。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啊，这个当地的人给他们送行嘛，就问他们是哪里的，然后他们就讲是播州的，也就是现在的遵义啊。在一个叫做白果坝的地方姓白。后来泸州的人上来寻这个事呢，就找到这儿呢，结果这里一个地方完全都是姓段的，那么也没有姓白的。就后来猜测呢，就是这棵1000年的这个白果树啊。后来呢，这棵树也被称为泸州的风水树啊。最神奇的事情呢，应该是上个世纪啊，这棵树有一股正对泸州的枝丫呢，烧了3天3夜，而正好泸州城里面呢，也被大火烧了3天3夜。当银杏树的这个大火熄灭的时候呢，泸州城里面的大火也随之熄灭。而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树边的一个古树牌上呢是有记载的，不是随便讲的啊。可以说这棵几千年的银杏树呢有非常传奇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这边这个村庄呢风景也非常漂亮，真的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转发一下，谢谢。这种长看几周啊？一大片了。一批山都熟了嘛？你只砍一条路上去就行了噻。再砍一个的通道了。好吧，就砍掉砍好几天喽。砍路道哎。砍路道。砍路道快啊。一个可能要砍2天。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这个我们汇川区松林镇新庄村的这个镇光组哈，2位大哥呢正在这个里面就是盘一条路上去啊。这里面呢是村集体和他合伙在这里做的一个天麻种植基地哈。那么他们是怎么合作的呢？村集体和他呢，村集体占60%的股份，然后他占40%的股份啊。到时候挖天麻呢，也是村集体的人会到这里来守着，他去请人来挖，这个人工呢，各方面呢也都是按这个4流的比例哈。天麻挖出来之后呢，就直接就分掉了哈，这个天麻就直接分掉了。他占比如说10斤天麻，那么就他分4斤，村集体分6斤啊，当场就在这个挖出来就在这里就把它分掉了哈。
合作模式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合作模式怎么样哈？还蛮有意思的哈。反正他在这里的管理啊，各方面的成本也是要算工资的啊。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这个他们打的这个路上去看一下哈。我让他敲几个天马，我看一看啊。这个就是他刚刚打的路啊，这打的还蛮快的。把路道看好了，就到这好挖哈。你在老堂敲那个，我看门呢。多少钱啊？扣他多少钱呢？路也没，哦，安逸，大多少？好大啊！对，弄个大多少？还在路上肿瘤。还是好。看你收费噻。这个看你安逸。要挖不少可能，要挖不少。应该你们这要比那边比新庄那边要好点。我现在呢就在林子里面哈，刚刚我们已经抠了几个出来，看着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呢也是第一次种，去年第一次种。我看到那个天麻的这个品质啊，看到这个天麻长势是非常不错的。上面这个砍路的这个大哥还有他们2个人跟这个村集体合伙的啊，就是村集体呢占60%的股份，他们占40%的股份。然后这2天他把这个路打出来之后呢，然后马上就开始挖天麻，就会请人过来开始挖。挖完之后呢，就在这个马路上就给分掉了。他们2个占40%哈，那个村集体占60%啊，这个合同写的很清楚的。然后他们从那个时候砍山到种完天麻，大概花了800-900个人工，这个真的是不得了。他按平方算的话是8000个平方，他这里是，按这个亩来算的话，大概是200亩要多的这个山林啊，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这个一小块的话，只能种1个平方多啊，而且要1个平方多之后种的要隔好一段距离才会有1个平方多，是这么种植的。种在这个林子里面，这个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这个天麻的品质没得说哈，全是，而且是第1年种。那么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土啊，全是那种黑黑的土，就是这里面这些杂草，特别是这个青冈树，那么它的这些叶子掉下来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呢，有助于这个天麻的吸收，比你种在这个白土里面要好很多哈，里面这个营养价值就要好很多。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再过几天呢，这里就会一个大量采收天麻的这个场景啊，非常壮观。但这2位大哥是非常实在的啊，他们全部是自己领头干。你比如说今天在这里挖，就在这里砍路，他们2个就是老板，干也就他们2个在这里干。所以说真的是在农村创业，真的是只有这种人才干得好哈。尤其是在农村创业，不管你干什么，揣着手当大老板的话，我估计这个项目就干不好。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干。你看他们2个也是今年第1年跟村集体合作干这个东西，但是人家就很用心呐。然后天麻的各个种子环节，然后坐车到各个地方去学习啊。刚才那个大哥都跟我交流，各个地方去学习，所以人家很多东西都是学来的。人家种植的天麻为什么看着个儿也大，品质也好，那人家肯定是去学习了，对不对？然后自己亲力亲为，什么东西都自己去搞了，这个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把一个农村的一个项目经营好哈。我们这边呢，我们这整个村呢，说实话，现在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项目。我觉得这个天麻呢，种得比较成功，那么或许后面的话会成为村里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杆产业哈。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等到这个咱们这边大量挖天麻的时候呢，我再来跟大家拍一个视频啊。你搞这个樱花搞了好多年了呀？2013年。13年开始搞的哈。13年。那你这个总共现在搞了好多亩啊？大概有120多亩。120多亩啊。120多亩。想着当时寻这种樱花的品种嘛好，根据我个哥寻这种既花期长，是又薰衣，是很受人民的观赏。哦。
但是确实搞这个意思。现在搞了6年了哈。哎，搞了。这个樱花是哪种品种啊？这个是属于台湾杜鹃八重樱。台湾杜鹃八重樱。就它这种樱花，在这个樱花行业嘛，这8多种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樱花是顶级产品。最顶尖的樱花。顶级产品。如果在慢的情况下哈，在这个价位的情况下它是最高的价位。你这个野猪像你这种是非常成熟了哈，现在这个野猪可以值到多少钱呢？这个有的情况下要根据它是问这个量的，这个有我们这个农业这块哈，包括这种卖产品啊，卖这些东西啊哈，它都是根据量的。那么是量大的情况下，量多的情况下，价位它有不一样；如果单一的情况下，价位它有不一样。这个是3至4斤。这棵是3至4斤，这个3至4斤的情况下，就最低价位是3斤了嘛？3斤的情况下，那么我也先不管，就是他这种是自己来挖。自己来挖。比如在这棵啊，我看这棵看起来比较漂亮哎。这个是5000至6000。它这个樱花的花期大概有好长啊？这个花期这个有，所以说我现在看看全产品，它就是花期40多天的花期。个多月。那像这些普通樱花的话，它就得有半个月、5个星期。你这个现在开始盈利没？搞了5、6年了。盈利因为我这个当时的设计就是说，我看到它的国际，是主角，只有10米左右，就是10米设计的这个，我们设计的这个树冠。现在我就是越从那个卖的啦，就想把如果是哪儿有比较好的条件交通比较方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河沟或者就是进入景区比那种或者河沟方式嘛，可以。你的意思就是现在你想把这个樱花的场地，再找一个好的场地，把整块樱花搬过去。我现在我就是这个事情，我风风雨雨是20年了。看白了点就是靠自己，你实在做。包括我山庄这个名字带到我还有我在讲听我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这边，呢有100多亩的这个樱花已经盛开了，非常漂亮哈。大家喜欢樱花的话，可以过来观赏一下。刚刚跟我交流的那个大哥呢，姓安他就是这个樱花山庄这里的主人。那么这100多亩樱花呢，也都是他个人打造的，确实挺厉害的啊。如果说按他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可以值几千块钱一株的话，那么他整片山庄应该是价值上千万的。但是他现在呢，因为这一片发展受限嘛，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盈利模式也比较单一吧，就是售卖一些种条。所以呢，他也想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把这100多亩的这个樱花呢移植过去最好是旅游景区，或者说地方上交通也比较好，然后呢有想发展旅游的这种地方。整个场地呢，它最少要到500亩，因为这里呢100多亩的樱花呢，它种得非常密大家也看得到。如果说移植过去的话，可以种到500亩左右。为什么要连片的土地多一点呢？就是好拓展周边行业，比如说种植、养殖、农庄等等。可以说它这个樱花项目如果植入到一些景区里面的话，它一定会给景区带来巨大的这种收益和观赏价值。如果哪个旅游景区或者说地方条件比较好的，可以留言交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省城贵阳。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城中心的一个喀斯特公园，看到我身后的高楼大厦没有？
这一座公园呢是建立在城市的中间。那么大家知道喀斯特地貌呢讲的就是石林，对不对？就是奇形怪状的一些石头。所以呢，我现在就带着大家呢一起到这个石林里面去穿梭，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奇特的东西啊。这个是公园内的一个水池，那么整个公园它是包裹在这个城市群的中央，所以这个市民早晚散步的时候呢，都会往这个公园来。这边这个池子呢叫做瑶池，这里呢确实是有一个传说哈，传说呢西王母呢有多处这个瑶池的居所，这个地方呢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到这个农历的3月初3、8月初8呢，专门会在这个瑶池设立这个蟠桃会，对不对？各路神仙呢都要来向它呢进行祝寿。那池水呢这个清澈无比啊，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这种季节的话，咱们这个水面上呢还会腾起这个白蒙蒙的这个雾气啊，环绕在这个水中其实之间呢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2排这个石头呢，就像2列仙班一样，在里毕恭毕敬的呢等待这个王母娘娘的到来，所以整个地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奇特的。这个石头也是比较奇特的，石头上呢也爬满了这种藤蔓、爬山虎啊，看起来呢绿郁葱葱的，也是挺漂亮的。大家是不是特别羡慕贵阳人？你看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然后中间有一座这么原生的公园，然后平时散步的话就可以往这里面走。哎，宁哥，你在这里干嘛呢？在这边玩啊。哦，这个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让你看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看到往那个地方看到没有？那个石头上吗？对，就是那个石壁的中间。那个是什么？好像有什么雕刻一样的。啊，不是，它是一个化石。化石吗？对，你看这样看过去，你觉得它像什么化石呢？隔得远不是很清楚，看着有点像恐龙的感觉，是吧？对，它有点像恐龙，又有点像蜈蚣，还更像蝎子，对不对？这个化石呢，我们这样看过去的话，确实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化石。不过从这个外形来看呢，我认为它可能就是贵州龙。贵州龙。对，那什么是贵州龙？你知道吗？贵州龙啊是一种远古生物，距今呢应该有2.5亿年了。那时候呢，它是主要生活在水中，偶尔会在路上爬行。在上世纪的50年代啊，在贵州省的兴义发现了它的化石，所以说他就把它取名为贵州龙。从这个看过去，你看它的头真的是像那个贵州龙的头的化石。然后那个身姿也特别像，不过那贵州龙好像没有这么大，它这个化石的那个大的体型呢，应该是比贵州龙还要大出好几倍。所以说它到底是不是贵州龙呢，还是什么的化石呢？我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呢，这种可能要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解释一下。对，你可以过去看一下。靠近一点去看一下。对。行，好嘞。走到这个里面来之后呢，就发现这里的石头要比外面的高很多啊。现在我们走到一个狭窄的这个缝隙里面来，那么看看这里有很多的一个岔道。然后这边的这个石头呢就要高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那个宁哥跟我们讲的这个恐龙的化石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走近一点，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个崖壁之上，到底它这个是真实的那种恐龙化石呢，还是说是人工雕琢上去的？这个其实挺难讲的。因为我们从这个肉眼去判断的话，确实是有点像这个人工的，但是呢，你看到边上这些白色的灰，很自然的过渡下来，看，尤其是中间这个缝隙里啊，这些白色的这种灰的这种感觉，它是很自然的过渡的，所以呢，又很难去讲这个东西啊。我们呢又不能去用手触摸，因为这太高了，上不去，对吧？所以还是特别神奇的，有几个这种类似于蝎子啊、蜈蚣啊，就是那种龙啊的这种化石啊，特别的奇特。这边这里这个缝隙这里呢，好像有一个一线天，是吧？我们穿过来这里看一看啊。
哇，这个地方确实特别的这个狭窄，这个位置你胖一点的人真的是挤不过去的啊，我都有点困难。然后我们看这里，像一个把手一样的，这个太奇特了，这个啊，就像一个把手。所以这种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真的是让人惊叹啊！就很多奇形怪状的这种东西。你们说我有没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一提把这个石头给它提出来。那么我们从这里这个地形这里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喜欢这个到海底去玩耍的啊，喜欢去潜水的一些朋友呢，你们看到这样的地形呢，就知道这个潜水是多么危险。如果在亿万年前，这些地方都是被水淹没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潜水从那个顶上下来之后到了这个底下，你这个光线也不足，有可能你会被困在这里面，也说不清楚啊。所以潜水呢也是比较危险的。我相信很多北方的朋友呢是特别羡慕像贵阳这样的城市的，它是依山而建，城中有公园，公园中有城，对吧？特别漂亮，特别融合大自然的一个城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贵阳喀斯特公园之旅呢就到这里。这里面呢确实很多值得一看的，有这个天眼，有地缝，有这个瑶池，对吧？有一个古老的这个神话传说，还有我们这个在这个岩石顶上的这个恐龙化石，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了。你们觉得那个恐龙化石是原生的呢，还是后期雕琢上去的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上来，来哟！你谁把啥死的？我不知道是啊，你先让我，陈安那个奶奶，奶奶到，我们农家只叫他死了，才没到。就他说你家的。我没有，我说他看到的。哦，你到手家。哦，你没在那不是干成的？吃饭没得，老姜？吃饭没得呀？他看着。我说你们吃饭没得？吃饭。啊。吃了你吃不吃了？不是，我问你们吃饭了没得？吃了。吃了哈。啊，快来嘛，那我正在吃。吃了。啊，快来嘛，我这一菜就吃。我已经吃了。我都。正义呢，打来照相，那我说你照相嘛，你看实在没得了，是人家不去照。上这个匆匆人来家去照，你咋跟着我来？咋说我走路没出汗，咋出汗呀？哎，你这不是就年轻的呀？再让我照这个是吧？两个宝贝，你说两个出汗，都出汗。来坐下看看。哦，行，你坐起哦。啊，我这有没吃饭的？不正，我吃哪里？不正。他车正俺下掉，那我怕撞不到车。我昨天俺小车开的上去了，今年我坐起去是敢要，咋不说怕撞不到车？哎，怕撞不到车。撞车子只需要经过在路嘛头转。都是怕路上有车客就麻烦哦，错不到。是吧？我太监跟我整。不吃，老姜吃了，我已经吃饭了的。我在这还包着很。不客气，吃了的。你这是真的吗？整粗把呀？啊，我后面去人家走。你让这路你还用得到弄路去走？要我就是去看杠杆上，我要看杠杆，有个中路也靠得住。等我这公路在看得到。哎，就是感觉我皮球是看到我说，早就打到看人家这样子看过去就。是喽，咱做事我就说，才俺杠杆去。这哪好事嘛？大过年早点讲。我好耍。但是生意嘞，我说是没看见会找到我们这路线来。找不到，条大路通不进。都找得到。哦。现在都是可以卫星图找得到的。从远的路上就找到。到时候他下去找到我说，你要照相对人家不照，到时候到飞机里在空中照，我说只有人家不给照。那他我走吧，这是我帮人家在这哈。有的，我家的。有哪个出我中？出去又多嘞，房子你要来吃，你得起个名头。我说做你也干成的。哦，山产为鸡大象。山青啊，鸡大象。这是我家树老婆婆。哦，老爷辈儿是吧？啊，还有老爷辈儿吗？老辈了嘛，老你一辈哈。哦。有点喊来我喊新娘。新娘。
哦，你们这里要搬也是要搬的哈。他要搬的，我们在看到把门，就把门放在首位，我们这。搬不到，事情办不到。他这样是办不到，样是那个大猩猩都得搞用。哦，人家都搞不懂。啊，但是都谈不清我们问题值得。我3年5年才10年8年。啊，谁大了嘛？啊。规矩的。就这个。哦，这个翅膀一展开就可以飞到空中去。哦，那种一让打开就飞到空中去了。你们那就你看老妈都吃拼命干。非常的怕落下来，现在。哎，落得下来。落得下来。老娘走了。耶，走你眼前天都黑了。不去了，你也要走了噻。不吃，不我。好，你慢点哈。要得，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3渡镇的毛关河这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里有3座大桥？这3座大桥呢，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这个发展历程啊。下面这座桥呢，是一个3孔石桥，桥的中间呢还悬挂有一把宝剑，可以看到我们3座桥是重叠的上去的。最下面一座桥呢，大概是修建于40、50年代，那么中间一座桥呢，大概是90年代左右修建的。那么最上面呢，就是跨进21世纪修建的这个桥。你看这3座桥基本上反映了我们中国几十年来这个发展历史，层层的往上走哈，非常的漂亮。现在呢，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下面这个3孔石桥里面的一个宝剑哈，顺便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宝剑有什么作用，当时为什么去挂这把宝剑。大家看一下这个桥是非常漂亮的哈，3孔石桥，然后每一个孔的这个跨度都是比较大的。咱们到这个隧洞下边来瞧一瞧，你们看看有2个老人家在那钓鱼，小声一点。看看这些树藤从上面掉下来，挂在这个桥上，啊，呼应的像是一个门帘一样的，特别的漂亮啊。这个桥的宽度有6米，这个跨度其实挺大的，跨度都有超过10米吧。然后你们看看这个石头，全部是一块一块的这种方块的这种石头，啊，非常的精致哈，建造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留了很多的这种白白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呢，它以前不是用这个水泥的，而是用这个像石灰啊、糯米啊、一些沙土啊这样子啊，把它混合之后做成这个粘合剂。所以你别看这个看着挺简单，但实际上呢是工艺是非常复杂的。你要从这个底座先把这个底座做好，对吧？然后呢，往中间起拱，起拱了之后，在这个整个中间去合拢哈。那么当时建这个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建哈？下边是要用这个很多的这个木材是吧？从河边顶上去，顶上去之后呢，在中间的时候来进行合拢啊。那建桥的专门做这个桥梁建造的朋友就知道这个原理，对吧？其实非常的艰难上个世纪的时候建这个桥的时候，那么大家看到这边这个孔洞这里呢，有一把悬挂的宝剑，那么中间这个桥这里也有宝剑，看到没有？这里有一把悬挂的宝剑，也就是它3个孔都有宝剑，那边那个孔也有。大家看看这一侧呢，它也是有一把宝剑的。那么中间这个洞也有一把宝剑，这边也有宝剑啊。在盘噻，你要做桥有长龙刀没得嘛？你们上面要做桥有长龙刀没得？这下面3个孔都有长龙刀，是啊，也几边都有。你们注意看，这个桥的建造有非常牛叉的这个技术含量在里面。看一下这里，
它中间这个桥墩这里，你们看到没有？这里做有一个斜切面，也就是说预防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个洪水过来堵住中间这个桥墩，它会形成非常大的阻力。但是它这里做成一个斜切面之后呢，这个河水就被切割，看到没有？就被这样切割之后分成两边，那么它这个桥墩承受的这个阻力呢就要小很多啊，所以这个是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含量的。朋友们刚刚也看到了，这3个桥洞里面呢都悬挂有这种锈迹斑斑的宝剑。那么为什么要悬挂宝剑在这个桥洞下面呢？传言呢就是在这个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呀，蛟龙会顺着这个河流呢去进入海洋。当它经过这些桥洞的时候呢，就会堵住这个水，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水呢漫过桥，把这个桥梁给冲毁。那在这个桥洞的下方悬挂这个宝剑呢，就预防这个蛟龙到这个地方堵水，甚至抬头，那它抬头要划伤自己是吧？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寓意在里边啊。虽然说这个讲起来有一些玄学，但是呢，我们祖先从古代就开始传承下来的这些有些东西呢，它是不无道理的。你不管它是真的有蛟龙也好，还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寓意来保护这个桥梁，避免它被损毁也好，反正都是好的一个想法，对吧？这个地方呢也非常凑巧，就是3座桥呢挨到了一块儿，而3座桥呢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对吧？正好呢也反映了我们中国几十年的这个发展，真的是比较巧的一个地方，对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就前2天呢，我不是发了一个我们卖那个五倍子的视频嘛，就好多小伙伴呢，他们说没有看到五倍子哈。那天拍视频呢也比较失误，就是没有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五倍子的果实。然后今天呢，我再跟大家拍一下这个五倍子的这个树啊，然后生的呀，加工过程啊，然后加工完之后是什么样子啊，都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五倍子的树啊。其实它叫那个盐夫子树，大家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树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棵小的吧。这个盐夫子树树叶就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就是在这个上面结的这个五倍子果啊。这个就是采回来的生的五倍子，是这样的。昨天我老妈又去采了。已经开始煮了哈，采了有几十斤，看哈，就这样的哈，大概是已经昨天去采了1天，又采了30多斤，然后如果说弄干的话，又是有16、17斤的样子哈，又是100多块的。水烧开，然后把这个生的五倍子放进去，稍微煮一下，不要煮太久。稍微煮一下之后呢，就差不多煮透了，然后就拿出来了哈。这个煮了的这个水啊，全是黑的。然后如果说你有什么香港脚啊、脚气啊、脚臭啊，我跟大家说，就用这个水泡一下就好，基本上泡1、2次就好了，效果挺好。你觉得烦几好有老师来？颜色哈。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煮好的样子啊，就是把它颜色煮变就可以了，然后就捞出来给它晒干，就算是完工了哈。这个呢就是晒干的样子，看一下，这个摸起来就是哗哗哗的，就晒干了啊。这个就五味子整个的加工过程呢非常简单。像我们这边的话，它的收购价大概是8.5块一斤。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我老妈每天去，像昨天的话，她一下午去森林里面转一转，就采了30多斤的这个生的回来。那么大概她能2斤多一点干1斤，也就是30多斤的话，可以干个16、17斤的这个样子哈。那么8.5块一斤的话，一天也可以，一下午可以100多块钱。那这个拿回来加工也比较简单嘛，就是煮一煮晒干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五味子呢，它的功能非常的多，而且这种盐麸指数，包括它的这个挂果形式啊，都是非常神奇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五味子，看一下它的这个详细资料，是非常神奇的一种野果哈。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梅潭县石莲镇的黎明村。那么这边呢有3000多亩的这个金观音茶。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呢来这个地方报道过哈。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可能第一次看视频的朋友并不知道，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年初的时候，我到这里来呢，这边有个朋友，他叫狼哥，那么他跟我讲了，这边呢有2、3千亩的这个金观音茶，都是当地茶农去种植的。那么他们呢，就是销售问题非常大哈，这边呢也没有加工厂。金观音茶的这个茶青呢，拿到梅潭县去呢也不好卖，因为它更适合做红茶，而梅潭呢，大多数茶厂呢都是生产绿茶为主，所以导致当地老百姓种这个茶呀，种了有好几年之后呢，都没有很好的一个销路哈，大部分的都是卖不掉的。那我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湖北的一个黄哥呢就过来这边考察，他们2个人呢谈得非常顺利啊，一拍即合，就在这边呢合作建了一个茶厂。目前呢，茶厂正在建设之中。如果他这个茶厂建成之后投产呢，那么当地的几百户的这个茶农呢就不用太担心这个茶青是卖不出去的。这个呢也是为当地呢做了一定的一个贡献啊。那他们这里这一片茶园呢，种植在海拔大概是500多到700多的海拔之间，所以它整个茶比梅潭县呢是要提前一段时间开始采茶青的。狼哥呢也在这个茶园里面，我们让他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概这里的茶青是什么时候开始采摘。大家好，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地理环境的一个情况。我们这里呢大概就是海拔高度大概就是在700米左右。然后这里由于这个海拔的原因呢，所以我们这里的茶青呢，它每年的话，基本上比梅潭这边的茶叶的话要提早，大概就是10天左右。每年基本上就是大概在正月的20左右吧，就可以采茶，然后就是可以投入生产，可以正式上市了。到时候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们多多关注一下。品尝一下我们这里的茶叶的品质到底怎么样？谢谢大家。我们走你茶里面看，你现在建厂进度如何了？好的，走啊，走。厂呢已经建了有个多月时间了，现在基本上都要完工了。这厂房都建成这个样子了，哥，快建好了哈。快了，马上盖完就基本上省事。啊，你这个你做啥的？这个是展览室，展览展览和接待用哈。哦，这块真的还可以，这还靠着你这个房子，安逸，古香古色的，人家也看到了哈。那边呢？那边呢？那个主要就是推荐嘛，这一块也是。你这块是干什么？这一块就是拿来收青的。收他们的茶叶，他们弄的就进厂去了。接下来他们就是像做包装啊，这个通过理解是可以做到做一个，就是跟差不多，不收费。哦，这茶叶还对的。摆100个人，这摆几个人嘛，不收费嘛。这是隔离开的。可以的，这个单独的收工车间。你这一块差不多是多少墙的面积？车间的面积就是400个，400个平方400。好久才干得好？我把这回部全部干完，可能还有10天。10天干得完了？你机器那些？机器现在还不考虑安全，机器只是把厂房建完，可能要10天。可能要10天。你会说影响到明年的春茶哟？春茶哇，正月20日左右就要开始采呀。那个应该影响不？应该可以正常的投产哈。应该就不要紧。而且是必须要在投产之前干完。对。整个茶厂的占地面积呢有1亩多地啊，然后狼哥呢他自己本身种植有几十亩的这个茶园，其实他也是当地种茶的这个带头人，然后他本身自己呢也是制茶的师傅，制作出来的茶叶呢也得到了众多专业人士的好评和认可。这个茶厂的建设呢对当地的茶农其实真的是一大利好。刚刚我们上山的时候呢，
有一个大哥呢，他就说，要是没有人建茶厂的话，他都想把他家里的这个茶树给扯掉了，因为3、4年来呢，并没有什么的收入哈，所以这个茶厂的建设呢，其实给当地的茶农这个吃了一颗定心丸，是吧？一个地方产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离不开深加工行业的。不管你这个产业发展多大，如果是没有深加工的这个产业，你是不健全的产业，而且也是经不起风浪的。也祝愿他们的茶厂建成之后呢，生意越来越好，厂里面能赚钱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更多的老百姓。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如果朋友们想品尝一下这里的金观音茶呢，明年采茶的时候呢，我也会在这里通知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泰啊。我呢已经有1个多星期没有回农村老家了。我老妈呢又是特别喜欢喝酒的那种啊，然后正好回家呢要经过这个小猪兄弟，就是洞中人家小猪兄弟那个地方，他正好不是酿酒嘛。到他那里跟这个老妈带一点酒回去啊。那现在我们就走吧，正好我回老家呢就要经过他那个地方啊。我跟大家说，我回家的话，我不经过我们镇松林镇啊，我都从马家湾那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乐山镇，再经过乐山镇的这个新土村，然后从这条路出来呢，下边就是这个洞中人家小哥那个山洞那里了。那么再出去一点呢，就直接往我们村的方向去了，不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镇上的。但是这里呢，就是这里有一小段路不太好走啊，就是这边下去，它这个整个路是没有打水泥的，就是这里这一段啊，所以就这一段呢路又非常窄，所以要稍微小心一点。然后过去呢，就到那个小猪兄弟家里了哈。这个路要是稍微再宽一点的话就好了，就是太窄了。如果说两边有车的话，就会不了车啊，很麻烦。在不在家呢？应该在家的吧。哦，在家的，他这个车都停在这个门口的。在家没得哦？媳妇那都过来喽。你坐月子坐完喽？哎，在考就往哪儿？不坐。啊？下午再考啊？你跟我搞点酒啊，我带去给老妹儿喝。对，煮8个人了。你养龙球多给我3个给我。哦。啊？装5斤6斤的噻。哦，这种神类哈，这种绿色。上的天天都在考酒啊？天天干，搞得运动，忙得很哈。定了弄排机的，定他排机的。干的，那你这个干都干没呢？你哪知道呢？好多人干好多事那就少东西干我的。反正这个干就不赢哈。有那么有考出来了嘛就发起走，没考出来也等到起。然后我们少那种都有限户，多那种全部有的。那个有些要平时拿8斤了，都是有。你一天现在会考多少斤了100多斤了。一天考100多斤。增加量噻。增加没得场地有限，那增加量现在资金也恼火，哎呀不好整。我在那个人们是看不钱了，把钱拿好去了。你干的又存了，干的又存了，肯定没钱了啊。20多万的酒嘛，给你。20多万的酒，那些没卖哈。没卖，再卖那折不都不在卖，今年真的卖到几万的了，卖几万多。卖9万块钱的了。那也可以噻。哎，我高级还有几个洞，那个爬了他们在那爬。哪个酒啊？山洞吧。哪个酒啊？里头人家都没好看。里面也好看呐。
哪天跑去看？走了，把钱拿给你。人家不逮鸟了，每次都不拿钱。喂，我把钱拿给你。不管事。我这个人好说了噻，你听说一下你就晓得了。我拿50块钱嘛。50块钱都不要。啊？你看不要？谈了一下，不管事。但是你那个成绩我不好的呀。是啊，你个不是免费拿了几人了？你笑话的。小伙儿觉得收钱，谈了行了。真的。小伙儿觉得收钱。小伙儿觉得收钱。免费机会了，我都不好意思。小伙儿就不免费的，谈了行的。小伙儿不免费的，谈了行的。哎呀，你那个搞我不好的呀。小伙儿就不免费的。我这里还是离我成功的人们。你不要乱讲。谈了行了，不要紧了，推不安逸。那我就讲个了，那会儿夜路来我们走那边。可以啊。我去成都那边。这段生有点忙，要约时间。成都那边过来，我先打电话给你嘛，先打电话给你，然后我们可以去逛下嘛。可以逛下了。那我就走了，兄弟。要得，你慢慢去。不好意思哦，给搞得给老是趁你便宜的，我都不好。小伙儿觉得收钱。要得，那我走了。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毕节织金县的织金洞，这个地方呢是一个4A 级景区啊。那织金洞内呢，奇特的景观非常的多哈，据说特别漂亮。虽然我是贵州的，也在这边到处跑，但是我还真没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哈，我也非常的好奇。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织金归来不看洞，织金洞外无洞天，这么个说法。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它里面是集所有的溶洞的奇观为一体的，也就是说，别的地方有的，它这里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它这里也有。所以又有大、齐、全的一种说法哈。大的话，它这个洞的总长度有12公里，最宽的地方呢有170多米，最高的地方有150米哈。那么它整个洞内的面积呢有70多万平方米，够不够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大家跟我一起到洞里面去看一下。到这边来上车大概需要开2公里的路程吧。咱们坐那个景区的摆渡车呢，就是在前边那儿就停车了，走进来哈。然后你们看看这里哈，它左边一挂瀑布，然后这个右边一挂瀑布，这个位置坐的还比较对称啊。你看这里洞口的位置也是坐的比较对称。这个上面的牌子大家看看啊，世界地质公园织金洞。然后这边呢就是入口了啊，这里就是真正进山了。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洞口了。刚到洞口呢，就一股凉风扑面而来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织金洞的洞口啊。这个洞口还是相当的高，差不多有100米的一个高度。这个地方呢不太好航拍啊，只能看到个洞口，也没必要，所以就不航拍了。那么它这个洞呢，是一进洞就是往下方走的。看看现在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下边那儿他们都在那儿的解说。那么它是一个下沉的一个洞穴，这个洞口上方就已经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洞的奇特了。你看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这种钙化的石笋，还是非常的漂亮哈。我们一进到织金洞呢，这里是第一个景点啊，一个大洞，一个小洞，这个被称作日月同辉。那我们现在看到这边这个洞穴呢，已经有一个太阳光射进来，这里看到没有？这里光。那它的意思呢，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一边是月亮，一边是太阳。那么它的光呢，可能在这个洞中会形成交叉聚焦的一种形式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种景观，可能需要很多年才可以看到一次啊。这里中间这个石笋呢，被称作是大力神杯，因为我们远远看去啊，它像这个熊熊燃烧的一个火焰，对吧？那么又把它称为这个火炬石笋，是不是特别形象？哇，各位，这个位置怎么没有说明呢？这个石笋我觉得非常漂亮啊，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个石笋，它有点像那个弥勒佛的这个形状，还像这个狮身人面的一个形状。你注意看，这里是不是像一个人面，然后后面整个像一个狮身，是不是这种感觉？哇，这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地下宫殿了，太美了。这个看去像是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一朵花，然后延伸上来到这个位置结束。他们跟他们没有连起来哦，因为这个地方拍照拍不过去。哇，太奇特了，这个位置的景观，看一下上面，哇，我的个天哪，把我都惊到了。这像不像一个老人的一个剪影？像一个法师拿着自己的禅杖屹立在这个地方，像不像？这个像不像一个老人的人像？
这个地方是9个奇特的景点之一，这倒挂琵琶，哇，真的是太奇特了。然后这个下边你们再看一看，这个地方呢，若干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地下河的一个平面。那我们看到平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小石笋啊，各种形状的，有海龟形状的，有这个什么海象的形状的。你看这里这一片都是。这个是洞里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弄堂啊，看一下这个位置，前面有那么多的游客在前方走，这个位置好大呀，洞的高度也非常高。这个景点呢叫做婆媳情深，看一下，也就是前面是一个老婆婆是吧，后面是儿媳妇，表示他两个关系很好啊。这个天然的一个石笋就是这里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编的有点牵强哈，这个剪影怎么看也不太像两个人呐，对不对？在这个山洞里面还可以爬山，你们觉得惊奇吗？这个位置叫做中流砥柱，然后呢，我们上来之后，对吧？这里是顶端，然后这个位置有一道门通过去啊，这个应该叫是南天门还是北天门？那么像这一颗石笋呢，它被称为中流砥柱，支撑在南北天门的中间的一颗非常巨大的一颗石笋柱，而是通过那种碳酸钙的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叠加之后呢，到顶端来形成这么一颗柱子，就好像是它顶住了上面这一片的这个石板啊，不让它掉下来，非常的奇特啊。这个地方就像一座地下宫殿，这个位置就是霸王盔的位置，非常形象吧？就是形似以前那个将军戴的一个帽子啊，也特别像这个孙悟空是吧？大闹天宫的时候戴的那个帽子，上面是2条细细的辫子，只是这个辫子呢，它不会动是吧？是硬的，不是软的啊。大家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石柱子，边上有很多的这种奇形怪状的这种东西啊，特别像这种林子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位置呢也起名为这个灵芝山啊，也是9大奇观之一。我在这里注意到后边这一吨这个石笋啊，看去像是一个法师一样的这个形态。你们注意看，我放大一下，大家注意看，像一个老法师拄着个拐杖，或者说拱手的一个形态啊，上面是头部，像不像？就是特别像那种懂各种法术的那种老法师。这个地方应该是把它连在一起，再做一个介绍的话，我觉得会更完美哈。这个后边这个形状呢，也像一个弥勒佛的一个形态哈，非常的漂亮。但是可惜它这个地方呢，只收了这个灵芝山。那么然后再往这边过来呢，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像这个位置呢，他们把它称作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哈。这个边上确实各种形态不一的这些石笋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和美观。这儿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看的景点，我们看到是不是有那种像门帘一样的那种形状啊？特别像一串一串的这个冰糖葫芦，是吧？像这种地方也应该起一个名字的，只是在知音洞里面呢，各种奇特形态的景观太多了，你根本就是顾不过来啊。所以说呢，他们也只能说重点的随便描述了几个啊。这个地方的景观呢，被称为这个3级华盖，它是3个形状一样的，像一个盖子一样，对吧？然后形成层叠形状的3个，1、2、3，这也是目前这个溶洞中发现的这种形态唯一的一个只有这么一个形态。
这个3级滑盖还蛮有意思的，从这个地方看过去，又像是从这个石头里边伸出来的3个头一样，看到没有？哇，太神奇了！然后它这个对面的话，又是一个法师一样的一个造型，这里对着他们，又像是感觉这个法师在这里镇守这3个从石头里面穿出来的这个脑袋，有没有？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是姊妹玉树，我们再往这边看，这是姊妹玉树他爷爷抱着的小孩呢，是他们的弟弟哈，这个是他妈，这个是他爸，是不是很形象？一家6口。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掌上明珠，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形状像一个水母的一个形状。也像悬空的这种感觉哈，这个下方呢像是一只手掌，对不对？啊，到洞口了，这个洞口就一线天呐！朋友们，织金洞呢已经游完了，在里面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眼花缭乱。有很多没有编辑出来的景点的话，可能比他们这个标记出来的景点更加的漂亮。确实是因为里面各种的景观太多了，眼花缭乱，你真的看不过来。而且我们的拍摄它是完全没有实景好看的，所以织金洞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自己亲自来体验的。里面真的是太漂亮了哈！织金归来不看洞那句话一定不假。